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想来说说德国人的收入以及支出。类似的话题我之前已经做过了，大概可能有1-2年了吧。现在结合德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我又来做一期。德国是西方国家一个发达国家，它的人均 GDP 大概每年是5万美元左右，也就是说是中国的4倍。很多人可能自动会认为，那德国人的生活水平还有他们的收入，是不是也相当于中国的4倍呢？好了，今天我就想用我自己掌握的数据呢，跟大家说一说啊，因为我觉得空口无凭，对吧？所以呢，我之前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查找，还有搜集各种数据，这样一期节目要花8到10个小时左右。我相信呢，做过视频的朋友们能够理解我。那咱们来看看德国人的收入到底怎么样呢？我们看数据。我们看这张图之前，我想说一下啊，在德国2024年有工作的，而且是全职的职员，每个月税后收入的中位数是2400欧元左右，这个数字非常重要，2400。OK， 好，我们看这个图，税后月薪，然后是多少人收入超过你百分比。比如说，他税后收入是1000欧元，那么在德国有82%的职员收入超过他。每个月税后有2000欧元，那么在德国有43%的人超过他。好，我们看每个月如果税后是3000欧元，如果你在德国税后你的收入每个月3000，那你就属于德国顶级的15%那些人了，就是属于收入很高的人了。好，如果某个人每个月收入4000欧元，那么在德国他属于收入最高的6%。大约5%的德国职员每月税后有4500欧元，大约35000人民币。如果在德国啊，每月有35000人民币，那么你就属于德国顶级收入了。如果每月税后收入5000欧元，那么他在德国就属于顶级的3%。如果每月6000欧元，那就属于德国顶级的2%。如果每个月税后收入有7000欧元，那他就属于真的德国啊凤毛麟角了，1%的人能够达到这个收入。7000欧元就是相当于人民币大概是55000块人民币左右，已经是德国顶级了1%。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个表格，是德国商报的，计算德国税前和税后的收入3650欧元每个月，是德国中位数的收入税前的，就是说在德国每个全职工作的人，我选的是1级税卡，说明这个人没有结婚，单身啊，没有小孩。那我们看右边这里，绿色这里呢是税前3650，对吧？然后呢，这个词是税后的意思，就是纯收入、净收入2400左右，这大概就是德国中位数的收入。那从3650变成2400到手，它到底交了些什么税呀、保险等等呢？我们看，收入税他交了469块，然后呢就是社保了这项，一共交了768，其中包括养老保险340左右，然后呢是失业保险47块多，然后呢是医疗保险差不多300，还有这里是护理保险84块左右。所以呢，这些呢都是你交的什么保险，还有税，对吧？这些你交的，然后呢才是福利。其实，在德国或者在全世界，几乎没有免费的福利，都是自己帮自己交的。有人说啊，失业了，你看我可以领失业金，但是呢，这里是你每个月交的失业保险，一个月40多，对吧？相当于50，那一年就是600欧元左右，10年就是6000。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正常的人啊，在他能够工作的时候，是极少会失业的，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德国。大家想想，一个正常的人，你有正常的技能，即使比如说我失业了1个月、2个月，但是很快就可以找到工作了。其实，在德国有很多人交了一辈子的失业保险，但是从来没有享受过。另外，我觉得有不少人有误区，认为这个失业金可以无限期的去领取。其实这是非常不对的啊！在德国最长可以领2年，而且是那些年纪很大的人，交了数十年失业保险的人才能够享受这所谓的福利。一般的人，比如说你最少要交12个月的，你最少要缴纳
12个月的失业保险，你才能够领，而且只能最多领6个月。比如说，如果你缴纳了2年，那你就最多可以领1年等等，不可能给你无限期去领，然后呢，直到你躺平为止。好，这就是我们刚才看的，从3650的税前，然后拿到手只有2400左右，都交了哪些东西？还有这社保啊，就是这几项都是雇主帮你交半，雇员你自己交一半。也就是说，比如说你这个医疗保险你自己交，这里是300欧元左右，然后呢还有护理险84，也就是差不多小400吧。你的雇主也差不多也帮你交了400，也就是说光是你头上的医疗保险和护理险大概就是差不多800欧元了，1欧元大概相当于8元人民币。也就是说，你每个月你缴纳的医疗保险大概是人民币大概6000左右。因为我自己是自雇的，我交的更多，我每个月交的差不多8000，也就是说1年我差不多10万元人民币缴纳我的医疗保险和护理险。10万元，10万元，10万元，听明白了吗？在中国有人诟病，我们的医疗保险那么差，但是我们要想到，特别是农村的医保，每年2025年现在提高到每年400块人民币，也就相当于每年50欧元。如果是平均到每个月大概是4欧元左右，对吧？而在德国，我们刚才看的例子，每个月比如说那个职员大概是800欧元左右，每个月相差了200倍。我们不能够要求我们在中国几乎没有交什么医保的情况下，你要想享受德国一样同等的医保，有这样的可能吗？哪个国家可以做到？国内我发现很多人一切都希望国家包底，但是呢，没有这样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既然我每年比如说在农村的只交400元人民币的医保，那你可以花比如说100块200块买个大病医保啊。你买了大病医保之后，那就没有那么多后顾之忧了，对不对？或者你花更多的钱，1000、2000块钱买一个更好的医保，商业医保，那不是解决了大病医保的问题了吗？所以我认为还是一个意识的问题，而且我们不要一味的想到我们从国家那里得到什么，而要想到我们为国家做了什么。反正我在德国，我发现这里是福利社会非常好但是这福利都是从我自己的腰包里面拿出来发给我自己的。刚才说了，唯一例外就是那些有孩子的或者结婚的家庭，其中呢只有一个人出去工作，另外一个人呢当家庭妇女或者当家庭妇男，然后呢他们有小孩的，像这种人，他们呢可以免费参加比如说医疗保险，这是福利。还有每个小孩有250欧元的儿童金，这也是福利，对吧？其他的我不认为就是所谓什么免费的福利，除此之外没有免费福利，都是自己从自己腰包掏钱出来发福利。有些可能是在德国生活的，有些根本就不在德国生活，老是说德国这福利有多好多好。以前我也说过这不否认，德国真的是个福利社会，它的福利呢是对那些比如说家庭主妇，还有对有孩子的家庭比较好。4口之家吧，一个例子，在德国一般可能是那个男性也就那个老公，可能他挣的钱比较多，那么这个人呢就出去工作，因为他有2个小孩，这个女的在家做家庭妇女，这个情况下，这个女的还有她的孩子可以免费参加医保，也就是说他们4口之家只需要那个男的，也就是那位丈夫出去工作的那个人缴纳医疗保险，其他都可以享受这个免费福利，对其他3个人来说是免费的这是福利之一。以前我也说过，福利之二就是他们有2个小孩，每个小孩每个月大概有250欧元的孩童费或者儿童金，也就是他们这个家庭还有每个月500欧元的儿童金，这是福利二。有的人说在德国连单身汉都有福利，我真的不明白他说的单身汉福利到底是什么？是每个月你缴纳的什么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等等等，还有失业保险，然后你失业的时候发给你失业金，这算福利吗？我认为也可以算吧，就反正你怎么样理解这个福利这个词了，对吧？但是说来说去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德国的政府它是没有钱的，有什么福利都是靠那个收各个纳税人的钱收上来之后呢来做再分配，这才是所谓福利国家的秘诀。说来说去
对于有工作的人来说，其实他几乎享受不到福利。每个月我们需要缴纳非常高的那个医疗保险，但是好处就是一旦你有了病，一般来说都是全包了。不管你有多大的病，不管你是器官移植也好，还是癌症的治疗也好，大笔的费用就不用付了。哪些还需要付呢？比如说住房费需要付，如果住院的时候每天有10欧元的床位费，其他的都不用付。或者你平时保健方面你使用的那种药物，如果医生不开给你，那这个情况下你肯定要自己支付。除此之外，确实是医保全包了，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我刚才说了，比如说我每年折合人民币差不多10万人民币的医疗保险，你说这是不是免费医疗呢？好，刚才说了收入，说了福利，我们现在看看德国的支出。为了使大家有个概念，我再重复一次，德国有工作的职员，而且是全职的，中位数的收入在德国是2400欧元一个月。现在我给大家分析一下啊，在德国，如果你作为单身汉，2400欧元，你够不够用呢？有哪些支出呢？我们来看看。我现在说的支出啊，是较为节省型的啊。我看了一下这几年房租涨得特别快。我今天说的例子，在德国大概是中等偏上的啊，就是它的房租的那个价格是中等偏上的，房租大概是1000欧元左右。这1000呢，包括在德国有所谓的冷租的说法，这是交给房东的，其他的费用，比如说物业呀、什么倒垃圾的，所有这样那样的费用，暖气费等等，这不是房东的，这是要交给那个能源公司的，还有交给我们比如说科隆政府的等等，因为他派人来打扫那个街道啊，或者收垃圾啊，都是要花钱的。我选的这个平台是德国最大的房地产网站，然后呢，我选的这个城市是曼海姆，是在德国南部的一个城市。曼海姆呢，我认为它的房价在德国属于中等偏上，而且我觉得在德国大部分人他们都是住在城市的，农村的人口相对来说稍微少数一些啊，所以我觉得曼海姆它的房价是有一定代表性的啊。一般啊，在德国如果是有工作的人啊，他租的房都不会太小，大概50平米左右到70，因为50到70这个是比较好。如果是有一天处对象了，那个人呢可以搬进来，所以这样50到70平米的房子呢比较受欢迎，所以呢我们就以它为例。在德国租房跟中国不同啊，德国租房它里面一般都是空的，什么都没有，你什么家具啊、厨房啊都要你自己备。比如说这个，你看它这房子是不是空空如也，就是有个暖气片在那儿。住房面积是59平米，630是冷的，除了630之外，要加30%左右的其他附加费，什么物业啊、处理垃圾啊，还有暖气啊等等，对吧？这些大概要30%左右，也就是说大概还要200块左右。那最后是800多，这一套呢是760，再加30%，也就是接近1000了，对吧？然后呢，这个是600加上30%，也是大概是800了。其他我们就不一一去计算了，这个就贵一些，这个更贵了，1000多了，对吧？这个800多，然后加30%，也超过1000了。你看对不对？这是不是有目共睹？这就是德国曼海姆的房价。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德国房租最贵的一个城市，这里显示慕尼黑的意思。慕尼黑在德国人都知道，这是德国房价最高的城市。我们看看出租的，比如说这一套，你看是空的，对吧？什么都没有，58平米都不到，冷的1490欧元，大概可能要30%左右的附加的其他费用，对吧？然后你自己加上去，多少钱了？是不是差不多2000欧元了？然后这套1500欧元，冷的，再加30%左右的附加费，这个970。还稍微实惠一点，对吧？这个1250多，这1600都是冷的，再加2到3成，大概是3成啊。这1750，1500多。大家记住啊，在德国中位数的每个月收入是2400，这个数字特别重要。其他我们都不用看了，都是1000多、2000的，对不对？低于1000的几乎没有。也就是说，在
慕尼黑单身汉，如果你现在找房子，不是20年前的那个合同，是现在找房子住啊，租房。作为单身汉，你在慕尼黑，你稍微住的有一点点质量的，至少要1300欧元左右。中位数的收入是2400，房租就1300，这还是单身汉的哦。如果是你2个人，可能要的住房更宽一些，那肯定就更贵啊，对不对？所以在德国啊，房租是最大的开支，大概要占到40%左右。在大城市像慕尼黑，可能要占到他收入的1大半。这就是德国实际情况。农村有便宜的，或者东德有便宜的，但是有些可能是鸟不拉屎的地方，对普通人来说也不现实，对不对？所以对大部分人来说，在城市机会多一些。而且在德国，自有房率，大家听好了啊，大概是45%左右。这个比例呢，在城市甚至更低。也就是说，在德国城市，绝大部分人都是租房的。我估计啊，在德国城市至少有80%的人是租房的啊，很多人一辈子都租房，有的是80多岁的老人，他告诉我们他还是租房住，80多岁，也就是说一辈子都是租房族。可能很多人会问，难道德国人就不想买房吗？这个呢很难回答，有2个原因。第一个呢，德国人其实不像中国人那么热衷买房，真的，这是他们民族性决定的。他们不想变成房奴，不想被套住，他们想自由，他们想享受生活，这是一类。第二类我认为更多就是他们想买也买不起，一个是他们不懂得存钱，存不下钱，所以就没有首付。没有首付呢，很多人可能连贷款都贷不到，能贷到款的可能他的利息就更高一些。所以真正呢想买房的，能买得起的又是少数中的少数。这就是为什么德国自有房率那么低的原因。好，我们刚才看了第一项，就是住房的支出要占到收入的40%左右。在这里我说的每个月房租1000，真的是比较节省的人。1000当中就说冷租是700，然后呢附加费大概是300左右，对吧？好，我们看第二项，交通出行。这一项呢对于很多德国人是大项，非常非常大。有多大？等一下我们看数字。在进入这数字之前，我想告诉大家，如果你在德国，你不用自己开车，真的你可以节约非常非常多的钱。为什么呢？如果你是学生的话，你每个月有学期票。如果你在城市里面工作，你住的地方和你的公司，你工作的地方非常近，根本不用开车，而且又有公共交通工具，这样的话就祝贺你了，你走狗屎运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德国大概是2年以来有个所谓德国票，现在变成了每个月49欧元，你可以坐德国所有的公共交通工具，甚至包括火车的慢车都可以坐，全德国都可以坐，每个月49欧元，可能偶尔你打个车什么的。那么我算一下，最低最低，如果你不用自己开车，每个月我算你交通的支出是60欧元。但是在德国，绝大部分德国职员都没有这样的运气啊，所以他们不得不是骑自行车上班，那对大多数德国人来说不现实，那就开车吧。开车就有养车成本，养车成本有2种，一个是买二手车，这个成本低一些，另外一个呢买新车。我们现在看买新车每个月支出到底有多少？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今天看到这个数目之后，我真的惊呆了。原来我从来没有想到，在德国这个开车养车那么贵，到底有多贵呢？我们来看数据。我们看这数据是德国实打实的数据，在德国居住的人肯定知道 ADAC， 它是德国最大的汽车俱乐部。也就是说，在德国只要你有车，你开车一般都会加入这个俱乐部。每年我不知道多少钱了，现在可能要100欧元左右吧。因为我很多年不开车了，所以呢这个数据可能不准确。但是如果你交了这个钱，你是他俱乐部的人，你在路上什么抛锚啦，或者出了什么问题呢，你打电话，不管在德国什么地方，他们都会开车去那个地方帮助你。比如说你的车发动不了了，他们会帮你处理一下，帮你发动起来。或者呢你的车呢轮胎爆了，他们会把你拖到下一个最近的那个可以修车的地方，等等等等。所以呢这个呢在德国还是比较必要的啊，如果你有车的话。
它有很多很多的大数据，然后它统计出来的数据肯定是比较可靠的。所以呢，我们就引用这个数据啊。如果你买新车，每个月在德国，除了你买车的费用，还有你的保险啊，还有加油等等等等，所有的费用每个月花在你的车上面的，也就是说你养车的钱每个月要花多少？我们先看奥迪吧，我们选一个奥迪 A5，国内也比较多。我们要看这一项，然后往下的啊。A5 你看对不对？每个月大概就要1000欧元左右，每个月养车的费用。好，我们再往下看，你看，只要你注意看，1000多，对吧？那如果是奥迪 Q7 这种啊，那就1500、1600了每个月。好，我们看宝马，宝马比如说3系列吧，每个月大概也是1000欧元左右。大家看这，也就是右2这里1000欧元左右，对吧？就看这个就可以了。然后是宝马5系列呢，大概是1200欧元左右每个月。宝马7系列、8系列呢，差不多2000欧元了。那么奔驰呢？奔驰 C 系列对吧？在国内也不少，每个月大概1100到1200左右。那便宜点大众呢？我们看每个月养车要多少钱？我们看帕萨特吧，帕萨特就比较有代表性，对吧？每个月大概是800到1000左右。那我们取中位值900欧元。那我们看便宜点的吧，那我们看韩国起亚吧，养车大概一个月从600到1000不等，那就相当于我们来个700吧，对吧？起亚每个月养车700欧元，大家再记住啊，他们每个月收入中位数2400，永远不要忘记这个数字。在德国很多丰田车是比较便宜的，那我们看看养车在德国丰田车有多实惠，有各种各样的那个款式了啊，最便宜的每个月要469欧元。我们再往下看，多的呢超过1000，最多甚至呢1200左右，对吧？那也就是大概在700-800欧元左右一个月丰田车。也就是说，我们看了很多刚才这个数字是统计数字啊。如果你在德国买新车的话，那每个月你相当于养车的费用有多少？如果你是买二手车的，比如说我不花30000欧元买新车，只花2000欧元买二手车，那每个月到底有多少费用呢？那你就把新车和二手车费用的这个差别把它减掉就可以了。我觉得每个月可能少300欧元左右吧。也就是说，比如说我每个月花在什么宝马、奔驰上面，每个月至少要1100欧元。如果你买二手的奔驰，大概每个月也要花800欧元左右。但是别忘了啊，如果你买二手的车，可能它的修车费又更贵，对不对？但最后可能也没有很大的区别了。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又回到我说的这个例子啊，就是每个月在交通上面，如果你不用开车，60欧元，这是最低的了。如果你开车的话，最少要700欧元，甚至呢1000到1200左右，对吧？你开的车很不好的、很一般的低档的车，那就700欧元左右每个月。如果你买新车的话，如果你买那个旧的车，可能每个月要500欧元左右，好吧？你记住这个数字啊。然后呢，吃饭在德国，我取一个中位数，大概是300，如果一个人的话。当然，如果你特别节省，买最便宜的食物，每个月200块钱，你也可以吃饱了，不饿死了。但是呢，没有什么很多生活质量。我认为300可以吃得马马虎虎，然后呢400可以吃好，前提是啊，你永远不出去吃饭，都在家自己做。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取一个300。然后我们看有度假业余时间，在德国呢是很多人希望出去度假的，也是不想放弃的，所以大部分职员可能会度假，每年度假1次或者2次。那每年大概我算大概3000欧元度假，那平均到每个月就250欧元。那外出吃饭呢，我在这里就算100欧元吧。然后是各种各样的必要的保险，除了原来交的社保之外，你自己私人每个月还要买一些保险，我觉得每个月平均100欧元左右。服装鞋帽，男士可能花在服装的钱少一些，女士花在服装啊什么饰品上面的钱更多一些。那平均我就特别节省的算100欧元一个月。
那接下来就是通讯费了、上网费了，对吧？每个月大概可能要60欧元左右吧。还有呢，其他意外的开支没有计划的，每个月算到100欧元吧。那最后一共多少钱了呢？是比较节俭的生活方式啊。所有的费用加起来，如果你是有车开车的人，2710欧元。德国中位数的收入是2400欧元，也就是说透支300欧元了。如果你不开车，你不养车，那就恭喜你了，你有一点点积蓄，每个月的开支是2050欧元，也就是说你每个月大概可以存下350欧元左右，一年存下大概4000欧元，这对德国人来说很多钱了。有的人说，在德国养车怎么那么贵呢？你想想看，你买车，一辆车在德国大概3万欧元吧，对吧？3万欧元是中等啊，不是很好的，也不是很差的。比如说开10年，那这个车可能就差不多报废了，相当于每年3000欧元，对不对？平均到每个月就是250欧元，这就是光是那个买车这个成本啊。然后呢，每个月还要加油啊。比如说你每年开2万公里，100公里耗油大概7升左右。现在德国的油费是1.7欧元1升，也就是说100公里大概是12欧元左右的油费。2万公里，那就是每年2400欧元的油费，每个月就是200欧元，就450了，对吧？然后呢，你的车要保险啊，又有开支。然后你的车10年之内平均下来修车的费用肯定要吧，对吧？所以加起来，我觉得每个月如果你开车的话，最少700欧元，这样计算下来，是不是就好理解了呢？原来我真的不相信，我一看到 ADAC 那个汽车俱乐部公布的数字，我想怎么能那么多呢？不可能吧？但是如果你真的考虑到买车的费用，还有加油的费用、修理费用，还有保险费等等等等，这费用加起来就多了呢。如果你不养车的，不需要开车的人，那你每个月大概要2000欧元左右的开支，或者2050，你每个月最多可以存下350到400欧元，恭喜你了啊，对吧？假如你不得不买车，因为你的工作单位啊离你住的地方比较远，这个情况下，你每个月都是透支的啊，透支大概300欧元左右。如果不想透支怎么办？那只能自己开二手车，开便宜的旧的二手车。这个情况下，可能你刚刚可以做到收支平衡，就是说每个月月光，而不是负分。前面我们看到，如果在德国你买的是新车，你开的是新车，每个月大概率你在德国街上看到的、高速公路看到的那些人，大部分人都是负分，这完全没有夸张啊。由刚才那个图片大家看到了啊，在德国，如果税后你每个月有3000欧元，就属于在德国收入最高的15%了。如果你收入有4000欧元，已经是在德国最高的6%了。所以你在路上看到的德国人，100个当中可能有80个甚至90个都是月光的或者负分。刚才我们看了，在德国所有我能想到的开支，而且是比较节省的人这样生活的，他们都是刚刚做到收支平衡，或者刚刚有一点点积蓄。好的，朋友们，这就是德国真实的状况。至于那些吹德国的、吹西方的，认为呢，只要来到西方来到德国，你只要弯下腰把那钱捡起来就可以了。如果你想相信呢，那请便。我只不过呢，今天以这个事实、以数据来说话，告诉大家，在德国其实呢，大部分人都是月光族，都是富翁，这就是德国真实的情况。你爱信不信，我就是告诉大家。在最后，我想说一下我的看法啊，就是说在德国，虽然每个月的收入你是2400，我认为啊，在哪个地方挣就在哪个地方花，所以咱们也不要把这个2400折合成人民币乘以8，就觉得很多钱了一样，就差不多2万块人民币，特别多了。但是我们在这里要花欧元啊，对吧？比如说现在出去吃一顿饭，比如说德餐吧，大概要25到30欧元左右，中餐一样稍微便宜一点点，可能要20到25欧元，这是特别普通的，点一份饮料，点一份菜就可以了，点一个菜不是几个啊，就点一个菜，大概就是25到30欧元左右。在德国这是正常的开支。现在你想吃好一点，
当然要更多，比如说要35到40欧元，是每个人啊。然后呢，在德国很多东西都不是德国生产的，我们日常生活中在德国用到的东西几乎都是进口的，真正在德国制造的真的非常少。比如说我们用的手机、电脑、电视、其他家用电器，不是中国生产的就是韩国或者日本，当然现在是中国还有韩国的最多。还有那些小商品呢，小电器呢，它的价格经常是中国的5到10倍啊。所以如果小伙伴们问我啊，在德国2400相当于中国多少钱呢？可能相当于中国大概5000人民币的收入以及生活水平。这是对于中国城市的人说，因为中国农村人啊都有自己宅基地，有自己的土地，有自己的住房等等，对吧？比如说在农村人都可以种任何的东西，蔬菜水果都可以。所以我认为在德国2400的收入以及生活水平可能相当于中国农村，因为中国农村现在相对来说那个生活水平啊，还有生活环境都改善了，我认为相当于中国农村的大概人民币可能2000块钱左右的水平吧。我认为啊，欧元和人民币的比价大概是1:2，而不是1:8。好的，朋友们，我不知道有哪些小伙伴也是在德国，而且是长期在德国工作生活的留学生，因为接触的面没有那么深，可能不太准确啊。我希望呢，在德国工作生活的人也能说说你们的看法。也许我的看法不太准啊，比如说，我认为啊，在德国2400块钱的生活水平相当于中国5000块人民币。也许有的人不同意我的说法，那也说说你们的看法。小伙伴们，如果你们不在中国，比如说你在马来西亚呀，或者你在美国啊，还有任何其他国家，也说说你们那个国家，比如说德国2400块钱的收入以及生活水平，在你那个国家和地区，相当于你们那里的什么样的生活水平？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